间闻到恩怨笑，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。问计问招是比谁高？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。问路问程山水迢迢，只因何处人寂寥。问雨问情心事多少？浮明月暮暮雨朝朝。问花问叶颜色正好，人生欢乐苦短几春宵。问秋问冬风雪萧萧，彩云易散岁月难熬。花开早，天知晓，天莫笑，天已老。江湖笑，天地遥，人去了，我忘了。花谢了，天知晓，天莫悲，天已老。英雄起，岁月少，人去了，我忘了。喝俩。喝，为什么不喝？哎，给我留点儿。好酒啊！问3岁。周师傅，恭喜你喜得爱徒啊！知道我为何收程岭为徒吗？不知，你快告诉我为何？这孩子人又傻，根基又差，且已过了习武的最佳年纪，你为何对他就这么上心？我小的时候，先师曾教导我：人贵乎2品，一为仁，二为勇。先贤论世间勇者，分为气勇、血勇、骨勇、神勇，皆为少年之勇。家师推崇的是孤勇。何谓孤勇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明知人心难测而信之。老文，你我这把年纪，要对一个人袒露心扉，实属不易。我自己做不到，也没法要求你，所以，我决定先行一步。我想赌一把，你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人。哎，该死的臭女人，下手这么狠！等我下次见到她，看我不打死她！啊，疼死我了！啊，哎，你在这干嘛？阿香，你手怎么了？而且脸色这么差。哎，阿香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岳阳派潜入刺客，将程岭给劫走了。什么叫我昨晚去哪儿啦？你昨天晚上不是不在屋里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昨晚不在屋里？你看见了吗？你确实不在啊！我昨晚听说刺客潜入岳阳派，全城大锁，我担心你会害怕，我就跑到你院子去找你了。谁让你来找我的？大半夜有没有被人看见啊？没有，你放心，我当然知道珍重女儿家的名节，我是悄悄来的，
他们都去找刺客了。你放心，没人知道的。阿香，你也去找程岭了？这多危险呀！我们去就行了。你一个姑娘家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快走吧。啊，回头再跟你讲。那个阿香，你别担心啊，程岭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等下被别人看见咱俩大清早就在一块儿。走走走。都说江湖人心险恶，怎么出了谷遇到的？从周旭到程岭到曹大哥，一个比一个傻。什么人？小师哥，是我呀。顾姑娘，这么早？我晨练呢。你们先忙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顾姑娘，等等，我家师傅有请。师傅，觉得好些了没？我没事了。师傅，温叔呢？醒了就知道找温叔，可比你师傅有良心多了。我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天下之大，我们3个何处去不了？不过离开这里之前，找个僻静地方，把程岭身上的东西取出来。异物待在身体里久了，走归是不好。取出来之后呢？扔了、埋了、砸了，管他呢，反正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可师傅，鬼谷之所以要杀我全家，便是为了琉璃甲呀。那不更证明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我爹爹就是为了琉璃甲而死啊！英雄大会就快开了，他们说高伯伯届时会将琉璃甲的来龙去脉昭告天下。想知道琉璃甲的来龙去脉，不必等到英雄大会，我告诉你便是。这笔烂账，天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的。20年前，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手异军突起，在江湖上闯下诺大名声，这便是封山剑荣炫。这个姓荣的有一套奇谈妙论，说什么天下武学系出同源，如果大家都能摒弃私心，互相交流印证，必能造就出一门前无古人的绝学。这番奇谈妙论，居然真的打动了一众不知天高地厚之辈的心。20年前的江湖，还不是而今这一潭死水一般，还有一见如故的人和倾盖如故的事。大家渐渐地以荣炫为中心，大家跟着他一起发疯，妄想改变中原武林沿袭了千百年的武学传统，造就一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。荣炫在这春秋大梦里越陷越深，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地搜集秘籍，或巧取，或豪赌，或坑蒙拐骗。一个本为江湖翘楚的青年，却沦落成为江湖人人过街喊打的老鼠。还好荣炫娶了当时神医谷大弟子知县岳凤儿为妻，几次受伤中伏，都被岳凤儿从鬼门关给抢救回来。老天无眼，经历数年，终于让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搜集了无数武林绝学，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创立了一个名叫天下武库的宝藏。他在武库外设下重重机关，将武库的秘药分为5份，由荣炫5位武功最高的好友分别保管。要开启武库，必须集齐5份秘药，缺一不可。然后呢？然后不就是人尽皆知的事吗？当时五湖盟盟主召开武林大会，号令江湖群雄围杀这个疯子。荣炫走投无路，被逼到青崖山外，杀人无算，最终力竭自刎于鬼谷界石之旁。人尽皆知，为什么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？因为这是荣炫故事的结局，而不是江湖故事的结局。荣炫自刎后，
青崖山恶鬼倾巢而出，和武林正道大战于青崖山外。那一战，打的是天仇地惨。双方死伤惨重，武林正道凋零过半，鬼谷也是元气大伤，倒是换来了江湖中相安无事的20年。活下来的人，人人都有亲友折损于这场大战之中。何况大战的起因嘛，本就不是那么光彩，结局嘛，也不是那么光明，自然人人都讳莫如深。你是说，死了这许多人，其实是因为大家贪图武库藏宝？倘若五湖盟20年前如愿开启了武库，想必镜湖剑派也不会覆亡了。琉璃甲，琉璃甲就是武库秘师，我爹爹就是荣伯伯的5位好友之一。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。过去了吗？未必。昨天晚上，我五湖盟中出现刺客，将我四弟张玉森遗孤张成岭掳走。此乃大事，说不定就有内鬼接应，事急从权，请恕高某无礼。据五湖盟弟子报告，昨天事发之时，各位都不在自己的房间。高某斗胆，请各位在此说清楚自己的去向，洗清嫌疑，以免以后大家心存芥蒂。师傅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还不能走，我得回去五湖盟。傻小子，我说了这么多都是对牛弹琴。你既已知道了琉璃甲的来龙去脉，又知道了这帮人个个包藏祸心，你还回去作甚？正因为我知道守护琉璃甲是我爹的遗志，知道此事牵连的人如此之广，我再没用，又怎能保全自己置身事外？更何况英雄大会召开在即，镜湖剑派就剩我一人，如果我不去，不真的等同镜湖剑派在江湖上除名？程岭，你是一个有担当的孩子，甚好。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回去的话，听师傅的话，把琉璃甲归还给五湖盟。为什么？我爹爹和五湖盟僵持20年，就是因为琉璃甲呀。程岭啊，你的安危重要，还是琉璃甲重要呢？当然是琉璃甲重要了。错了，没有什么比活生生的人更重要。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程岭，你觉得为师的武功如何？师傅的武功当然是顶好的。我的武功不算差，多少能跻身江湖一流之列。但是我所精研的本门武功，不过10之23。无生之有涯，而知之无涯。常人穷尽毕生的精力，也无法将一门武学研究参透。就算打开了武库，于一人一门，又如何？不过是人的贪念作祟罢了。可师傅，爹爹吩咐我。程岭，张大侠的执着，不是武库本身，而是兄弟之义。你爹爹如果想开武库，20年前就开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荣炫前辈已经不在这个世上，你爹爹也以身相训。如果他们泉下有知的话，是希望你从这20年前的旧事当中解脱，继续过自己的人生，还是希望你继续带着这个麻烦，不断遭人觊觎劫掠？世人围绕着贪念画地为牢，我管不了。你，我还是能管一管的。听为师的话，把这个麻烦丢出去，让他们承吧。这位姑娘，高某眼拙，你是出自何门何派的弟子啊？我啊，
不是河门，也不是河畔，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是乡下来的野丫头。我们那儿人人都传高大侠，武功盖世，气震山河。今儿一看，果真人的名，树的影儿。爹爹，这位故乡姑娘是魏宁的朋友啊，魏宁跟我打过招呼了，还是我安置的呢。哦，对了，她和程岭也是故交，她不是坏人。哎呀，小莲姐，你这个傻白甜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顾姑娘，你是如何跟程岭认识的？啊，这是自然嘛。张小公子人又俊，心又善，名门之后，谁都认识呀。我们岳州那人人都认识他。顾姑娘，你昨天晚上去了哪里？高大侠，不，高盟主，您不要这么凶巴巴的嘛。我就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您这王霸之气，小女子我看着有一点点害怕。爹爹，住口！这女子油嘴滑舌，满身的妖气，定不是良家女子。你为何要留她住下？啊，怎么就不是良家女子了呀？非得捏着嗓子说话才行啊！你，高伯伯，高伯伯，您别责怪小莲姐，也别为难阿香，都是魏宁的不对。魏宁，不要往自己身上揽事儿。说，昨天晚上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如果不说实话，高某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昨晚阿香一直跟我在一起。程岭，你记住了，尽可能让别人知道你已经将琉璃甲交出去。等英雄大会结束之后，师父便来接你。傻小子，凡事事不干己不开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，晓得吗？五湖盟那几个老鬼，个个是人精，你别管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你就装聋作哑，到了武林大会，亮个相便了。温叔，谢谢你。之后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咱们一直在一起。还有香姐姐，我们……行了，程岭，别学你温叔婆婆妈妈的。万一有什么事，就找你香姐姐，别怕，我们都在。快去吧。周小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都等你好久了。您可回来了，再不回来，师父就要发火了。快点！怎么？五湖盟里没一个好东西，你那傻徒弟执意要回去，我总是悬着个心。又程岭出来的字条上写着一个旭字，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和程岭的关系？又何以知道周旭这个名字？无论是和天窗还是毒蝎交手的时候，我都从未透露过这个名字。这个名字，我只告诉过一个人，那就是你。莫非是你透露的？我们送程岭去五湖盟时，你就提到过周旭这个名字。你少讹我！哼！罢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过四大刺客之人，只是想得到琉璃甲。既然程岭把琉璃甲交出去了，他不过是个孤儿。等到英雄大会结束之后，我便会带他远走高飞。走了，跟倚门送死的老母亲似的。干什么去啊？喝酒晒太阳。干什么不行？师父，师父，郑家公子回来了。
可以啊，曹少侠，看不出来啊。哦，在下早知你对这位姑娘颇有好感，只是你这不声不响的，进度挺快啊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明知人心难测而信之。哎，阿旭，你为什么就不敢赌我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啊？你认识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好人还是坏人？别废话了，绕口令吗？快说，我都好奇死了。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啊？傻样。我在人心鬼域里杀了个7进7出，要是连好人和坏人都分不清楚，那岂不是白活？所以你觉得我是个好人？坏人放下屠刀，可立地成佛；好人做了坏事，难道就永世不得超生？没这个道理。我原来是个好人啊！不对，你错了。我岂非是个好人？我乃温大善人。哼，别闹了，温大善人。阿旭，叫魂呢？我就是觉得活着，给太阳晒着，还有个人的名字给我这么叫着，真的挺好。是挺好的。老温，啊？喝酒了？喝。阿旭啊，你平时都爱做什么消遣？什么消遣？天窗首领也总有闲着的时候吧？小声点儿，这有什么不能问的？周首领大人，再叫把你牙给掰了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闲着的时候都爱做什么？闲来没事练功算吗？你逗我呢？这也算消遣？我学的都差不多吧。啊，你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。我小时候啊，为了我不肯好好习武练功，不知道跟我爹娘置了多少气。还好，还好。师傅他老是教导我，小孩就应该干小孩的事，所以天天张罗着要带我钓鱼抓鸟，春来斗草，
冬日冰溪。小时候我就想好好练武功，有的时候师傅逼紧了，我就会去求师娘，师娘就会站出来帮我，把师傅臭骂一顿。哎，破案了！是吗？我就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师傅，这还不明显吗？你师傅啊想自己出去玩，然后怕被你师娘骂，所以才拉上你一起的。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有道理。原来天底下不止我一个人这般不合时宜。我小时候啊，想玩的时候没法好好玩，想习文练武了又没人教。哼，阿雪，原来你也是吾辈中人啊！哼，想必程岭现在也一切安好，我们也不用瞎操心了。武林大会之前啊，我们得找点别的乐子，总不能大眼瞪小眼吧？哼。老温，你吃过亏吗？你问我这干嘛？周某不才，吃亏之事时常有之。但是吃过一次亏，下一次绝对要找回来。在同一个地方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吃亏，还是头一次。毒蝎？是啊，他那老巢着实隐秘。不过你是怎么先我找到的？那不是老巢，只是一处分舵。当年天窗势力拓展至江南时，曾经和当时的毒蝎交过几次手。先是义庄，再是昨夜。这个场子，若是不找回来，老温，与我去毒蝎分舵，大闹一场如何？阿雪，你没有发现我浑身上下全然写着6个大字吗？唯恐天下不乱。走走走，天底下还有什么能比找乐子更好玩的？程岭，小莲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还好吗？小莲姐，你别哭，我没事的。疼吗？啊，不疼了，就是皮外伤。一定很疼吧？生生把琉璃甲塞在伤口里，还在那样的情况下千里奔波。还好还好，其实很快就长好了，然后就不觉得疼了。程岭，我代我爹爹谢谢你，真心的。我爹爹他性格刚硬，不善表达，但我这个做女儿的都看在眼里。这些年来，他殚精竭虑，昼夜自苦，为的就是修复他们五兄弟的裂痕，维护五湖盟的荣耀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们。小莲姐姐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？情愿你做我的弟弟，我便可以永远护你周全。但你我之事，是爹爹要修护五湖盟必不可少的一步。若非如此，怎能明示江湖他的决心？小莲姐姐，你怎能将自己的终身大事当成一步棋？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替爹爹分忧了呀。上一辈的误会和恩怨，就在我们这一辈结束吧。今后，岳阳派就是你的家。哎，
这傻白甜怎么像脑子进了水一样啊？香姐姐，太好了，你没事。我们说的，你刚刚都听见了。来得不巧呀，都听见了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我主人救的你啊？那你还回这个鬼地方来干嘛？是师傅和温叔劝我回来的。师傅，周旭说你做徒弟了呀？恭喜你啊，傻人有傻福，终于抱上周旭这棵榕树粗的大腿了。哇，这么多好东西啊！高虫下血本了呀！不就是个小小的琉璃甲，至于吗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给他五湖魔生了个娃娃呢。香姐姐，你别取笑我了。其实这些补品，我一直都想着留给你呢。那夜，你被劫我的坏人打伤，可都好了吗？多谢你保护我。好，你还记着我呢。没事了，我都好了。主人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明明说出国要寻找琉璃甲，怎么遇到那个痨病鬼就什么事都不管了，就知道和他厮混？那姓周的莫不是给他下了药吧？就知道把我扔在这破地方不管不顾的，还不如那个姓曹的傻子好。我怎么又想到他了？哎呀，呸！晦气！大哥，这好歹算是把张家的琉璃甲拿回来了，你怎么还满面愁容呢？我在想，是谁救了程岭？是敌，是友？为什么不肯来见我呢？人家能把程岭和琉璃甲送回来，肯定不是敌人。二弟，还有太冲那2块琉璃甲，想必已经落在龟谷手里了。五弟，你那块琉璃甲呢？谨遵大哥吩咐，一直带在身边。从即日起，由大哥来保管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是在想，如果大哥一人拿着3块琉璃甲，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，危险落在大哥的头上，总比落在你那儿要好。拿过来。大哥，五弟。哈哈，二弟回来了，辛苦了。让大哥操心了。不过事情还算顺利，虽然龙大哥不肯跟我见面，不过他答应会派人来英雄大会，专门解释琉璃甲的由来。龙渊阁肯来就好，二弟辛苦了。五弟，你看看，如果你能把长明山剑仙请来，也用不着二弟辛苦去找龙渊阁了。哎呦，大哥，我拿着山河令在长明山建炉，这前后喊了好几天，根本没人理我呀。那座山根本就没有活人居住的烟火气。那位剑仙，我觉得早就驾鹤西归了。你想，要是荣炫还活着，都该多大了？二弟啊，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张家的琉璃甲找到了。啊！那恭喜大哥呀，这真是好事成双呀！
啊？毁了。是五湖蒙下了手，还是鬼谷啊？你别给他们脸上贴金了，咱们距离离开此地也就几个时辰。五湖蒙或者鬼谷哪有能力将毒蝎一整个分舵瞬间毁掉？看样子，有人很怕毒蝎的牢底被揭穿吗？定是毒蝎自己知道自己的据点暴露，连夜毁尸灭迹了。毁尸灭迹？老无常脑仁不大，野心倒是不小。这些年都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居然还能悄悄搭上毒蝎。这群蠢货想破了头也想不到，他们折腾得越厉害，离我的目标反而越近。阿旭，主人，主人，你找我呀？哎，老病鬼，你怎么还和主人在一块儿？怎么，他和我在一起，你有意见啊？没有，怎么会有呢？呵呵，蛮好的，挺好。上次那毒蝎女打了你一掌，伤势如何？没什么大碍了。小城岭那小子算是有心，把高虫送他的补品都给我了。阿香没事，只要歇歇就好了。我算是没想到，毒蝎竟然敢光天化日溜进岳阳派抓人，此事定有蹊跷，有人监守自盗也说不定。好在程岭将他身上的琉璃甲取出之后，危机已解。阿香，我看你也别冒险留在岳阳派了，找个由头离开吧。啊，主人，你要我回去服侍啊？阿旭，阿香跟着我们，你介意吗？当然不介意，有小美女陪伴，求之不得。我介意。阿香，我给你放个假，哪儿凉快哪儿玩去吧。我不想玩。主人，我就想留在岳阳派保护程岭。你们不是说要在英雄大会之后把程岭接走吗？那以防万一，我就在岳阳派保护他。那小子傻傻的。谁？出来！周兄，是我。新封建派曹卫宁。阿香，身后跟了个尾巴都没发觉，怎么办事的？曹卫宁，你跟踪我啊？没有，我怎么敢跟踪你啊？我是听朱瑶之说，有人给你写信，约你在此相见。我想这一定是温公子。我有些紧张，我就跟来了。我主人找我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怕你走啊。原来阿香不想离开岳阳派的原因在这儿。阿香，你愿意为了我留下来？他说了不算。我家丫头是去是留，自有我做主。周兄，阿香跟我说，你身患重疾，温公子为你寻遍名医。我师叔认识不少人，其中肯定有良医，他不日就会来英雄大会赴会，我到时候引荐你们俩认识一下。他老人家见多识广，定有良方。阿旭的伤自有我料理，不劳你费心。多谢曹兄弟了。只是不瞒曹兄弟啊，在下身患绝症，命不久矣。曹兄弟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周兄，你居然身患如此重疾，天不假人，天不假人啊！周兄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家师父和高盟主是至交，我听说高盟主昔日与神医谷三杰交情颇好。到时候我求求我师父，让他帮忙，让你进神医谷，说不定尚有转机。曹兄弟真是古道热肠，不愧是侠义中人，令在下感动不已。只是在下
性格偏执，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寻医问药上，不如趁着身子还健康，能和我这位知己啊，浪迹天涯，诗酒江湖，潇洒走一回，方才不枉此生啊。只是阿香一个姑娘家，跟着我们2个糙老爷们儿浪迹天涯，多有不便。今日我和温兄啊，也是在此商量，要是能给阿香找到一个信任的伙伴，把阿香安置妥帖就好了。周兄、温公子，你们看，在下如何？天苍苍，事了空，成渡汉江。烟茫茫，杯中月，映笑荒唐。谁许我策马江湖闯四方？谁醉遍天涯，梦醒不见故乡。西岭下，祈秋凉，欲问我窗。人人憎人，人帮潍坊，惆怅是轻狂。春风吹得绿江南，水岸吹不暖人心爽。猝不及防，那是不是我们的光？相见恨晚，心未晚，不再辜负四季花。将古道西，风瘦马，欢笑桥流水人家。万里河山万家灯，往事如烟浪淘沙。将平生霜雪与君煮酒烹茶。人山高水远，你在我眼。